正在打坐中的韩立自然对紫菱所想一无所知，但他却早已将强大的神识放出，迅速搜索方圆100里之内的一切，看看是否有鬼灵门修士的存在。但过了一会儿后却毫无所获。韩立眉头微皱了一下，还是不死心，又将神识笼罩得更远，放到了近200里的范围，但一番忙碌仍然没有其他修士的气息。韩立心中略一思量，忽然将腰间装满噬金虫的一只灵兽带摘下，随手祭出，两手一掐诀后，有上千只噬金虫从袋中涌出，化为一片金色虫云。去！韩立双目一睁，一扬手，一道青色法诀打在了虫云上，虫云嗡鸣一声，一哄而散，化为朵朵金花，朝四面八方分射遁走。韩立再次闭上了双目，身上灵光开始耀目刺眼。紫菱见到此幕，面露一丝吃惊之色，不知韩立要施展的是什么神通。而韩立这时却已将大眼诀施展到了极致，竟强行将自己的神识化为了上千分之多的分神，除了数个分神还留在身上用来护体防护意外，其余的分神迅速追上每一只噬金虫，暂时寄居在他们的身上，展翅向四处飞散而去。借助噬金虫的双目，不用再感应什么修士的气息，直接开始向一片一片可能是下一个标记的所在点搜索了起来。其中自然不乏遇到空间裂缝而被吞噬进去，或者视线静止中无法返回，但韩立的分神根本是无形之物，又是继父之体，一见情况不妙，就抢先抛弃了继父的噬金虫，让分神返回到韩立身边。不过即使这样，还是有10几道分神脱离不及，或被困或被毁。碰到这种情形，韩立果断地放弃了这些分神的联系，省得牵连到其他的分神。不过每放弃一道分神，韩立的脸色不由得白了一分。但好在他的神识实在强大之极，这些分神的损失根本谈不到伤筋动骨，片刻间神色如常。凭借上千噬金虫的漫天寻觅，许久之后，韩立终于发现了线索，找到了鬼灵门修士前进的路线。他当即神念向所有分神一催，顿时上千噬金虫立刻回转向回飞来。当最后一只噬金虫也进入了袋中时，韩立面上露出了一丝冷笑，睁开了双目。走，找到他们的踪迹了。一句话说完，韩立立刻起身，化为了一道青红冲天而起。紫菱见此也欣喜地化为了一道金红紧随而去。没过多久，韩立和紫菱出现在了一片乱石堆上空。韩立盯着下面空空如也的一个新坑，面带古怪之色。看来这一处就是下个标记所在，如此一来，我若没有记错的话，还有2处标记就可以找到灵烛国所在之地。下一个地点很好找，正是我们追上鬼灵门之人的绝佳机会。韩立冷静说完，大袖一甩，一团白光从袖中飞射而出，落在了韩立身前数丈处，正是那辆御风车。到此车上去，下面加速追上他们。你的遁速太慢，只能遁速加快数倍，才有可能追上他们。加快数倍？这内谷中的空间裂缝可是多不胜数，岂不太危险了些？我如此做自然有几分把握，况且想要得到灵果，紫菱姑娘难道一点风险都不敢冒吗？以我对韩兄的了解，对危险之事若不是有十足把握，韩兄是绝对不会冒险的。看来韩道友肯定有什么秘术能避过那些隐形的空间裂缝，如此一来，小女子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紫菱一怔之后，明眸流转片刻，忽然嫣然轻笑，接着白影一晃，俏生生地站在了御风车上。韩立有点意外地望了此女一眼，但随即一言不发的也飞到了车上。瞬间御风车在韩立的一催动之下，化为一道白光，破空飞去。显然韩立的推断是正确的，仅仅追出去小半日，在一片连绵不绝的荒土之地附近，韩立2人追上了鬼灵门一干人等。
而中姓老者等人正因为一名鬼灵门弟子一时失误，引发了附近的一个上古禁制，正手忙脚乱地忙于自救。以韩立谨慎和神识全开的情况下，自然没有让那中姓老者发现他们的踪迹，而是依仗神识强大，神不知鬼不觉，远远用神识扫了一眼。韩立清楚地感应到那上古禁制的灵气波动并不算太强，看来顶多只能缠住鬼灵门之人一段时间而已，无法真正困住有元婴中期修为的中姓长老多久。不过一点点时间的耽搁对韩立来说却是难得的机会，足够趁此甩开他们。韩立驾驭御风车，心中一横，冒险偏移原来的路线，兜了一个大圈子，没有多久绕过了途中的数道空间裂缝，韩立终于将鬼灵门等人远远地甩在了后面，并带着紫灵接近了一片翠绿欲滴的山脉。见此山脉，韩立心中一动，御风车缓缓停了下来。不错，就是这里。你看，那座酷似飞鸟的山峰，是那标记不错。紫灵一眼就认出了山脉群峰中一座貌似大鸟的山峰，有些兴奋，同时情不自禁望了韩立一眼。说实话，先前紫灵虽然说的信心十足，似乎对韩立十分放心的样子，但真见韩立将御风车驱使的风驰电掣，可将心一直提到了嗓子眼。可没想到在韩立带领下的路线竟真的安全之极，不但空间裂缝全都避开，就连上古禁制也未触发一个，就一口气飞到了此地。紫灵自然不知道，韩立此时同样心中侥幸。若说空间裂缝的避开是他明清灵眼的神效，但刚才偏离路线后竟没有发生什么上古禁制，他倒是真的运气不错。韩立心中如此想，脸上却也不露声色，现在只是双目微眯，盯着远处的那座奇特山峰，默然不语。飞鸟嘴部所指方向应该是最后一个标记所在的位置才对。韩兄，我们还不出发吗？要不我们毁掉此山峰再走。照那预检上所说，最后一处标记应该是在沙漠之地，而且距离此山峰应该有1000里之内，应该没有走错吧？不错，韩兄的意思是？很简单，就是我们处理掉此山峰后，对方只要看见新被摧毁的此峰，自然知道这里就是下个标记所在，而最后一个标记之处又是沙漠地带，如此显眼的地方，他们只要花费些时间就能够一步步寻来，就和我们能一路寻到此地的道理一样。唯一可以多拖延些时间的办法，还是布置下一个幻阵，遮住此山峰，看看能否迷惑过对方，让鬼灵门修士错过此处标记。韩兄所说是有些道理，但是如此大的一座山，用哪种幻阵才能遮住整座山头，并能瞒过元婴修士的神识？道友莫非还兼修幻术？幻术我也并不精通，但有人精通。韩立一笑，平静说道。随后韩立一抖袍袖，一道白光从袖中飞射而出，落在地上，耀目狂闪。一名婀娜艳美的白衣少妇在灵光中显露了出来。参见主人。他是谁？这是银月，姑且算是我一名下人。银月，你有办法短时间内布下幻阵，遮住这座山峰吗？若是有主人的几套幻阵布阵器具，再加上我的幻术相符，施法遮住此山，倒也并非不可能之事。只是这幻阵效力是否一定能瞒过元婴期修士的神识，小婢就没有把握了。而且小婢的幻术毕竟不是法阵禁制，只能存在2日时间，到时就会自行溃散掉的。好，你就放手去做吧，能做到何种程度就做到何种程度，2日时间足够用了。韩立略微思量了一下，就心中决定，一拍储物袋，2套布阵器具闪着各色灵光出现在了手中。韩立随手递给了银月。是，主人。银月接过布阵器具，一口答应了下来。这时韩立看了看不远处的飞鸟山峰，眼中冷光一闪，突然2手一搓，再单手一扬，一道10余丈的青色剑气蛟龙般的从手掌间激射而出，围着山峰绕了一圈，又长鸣一声飞射而回。
一下没入韩立身上不见了踪影。而那座飞鸟状的山峰则是突然嗡鸣一声，只见此山峰的鸟首双翅处瞬间崩溃倒塌下来，此山峰一下变得和普通山峰似乎没有什么两样。紫菱则是看得两眼发直，他虽然知道韩立现在神通广大，根本不是他一名结丹修士能猜度的，但根本法宝未出，仅仅单凭剑气就能凭空施展如此大的威力，这让此女实在是吓了一大跳。以前虽然常听人说韩立这位心境元婴修士如何了得，几乎是3大修士以下的存在，但紫菱其实一直有些不太相信。毕竟韩立以前还只是和他一般的结丹修士，才进阶元婴没多久，竟然立刻可以有如此大的名声，实在让紫菱难以置信。他原先以为韩立多半是采用了什么投机取巧的术法，才带着侥幸创出了如此大的名声。就在紫菱暗自心惊之余，银月则已捧着2套布阵器具飞至了几乎被切去了一小半的山峰，开始布置起阵法起来。银月的动作很快，一顿饭的功夫就将2套布阵器具完毕，顿时一阵阵的白色山雾缓缓升起，将那山峰的大半都遮住，只有峰顶部分还是裸露在外的模样。而做完这一切的银月则忽然化为一团银光，飞至了山峰顶部的空中，然后冲着下面的山口突然一张弹口，大片的粉色雾气从口中涌出。这些粉雾一脱口后立刻无影无形起来，银月口中仍然喷吐不停。没有多久，惊人的一幕出现了，整座山峰附近突然一阵的扭曲变形，山峰一下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取而代之的在原地则出现了一片片茂密的树林。韩立见此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不知相隔了多少万里的数百丈地下厅堂中，南陇侯和鲁卫英正盘膝坐在厅堂的一角，指挥着自己法宝猛攻呢已缩成薄薄的一层，则更加耀目刺眼，金光笼罩。光罩上的佛纹此刻有开始时的豆粒大小，已变成了如今拳头般大的银色佛纹，在罩壁上流转不停，显得肃然异常。在金罩外，一道白蒙蒙的风龙和一道金色惊鸿，2道蓝色冰芒，一只碧绿色的巨环，正在不停地攻击光罩表面，每一下攻击都让这光罩微微一颤，灵光乱闪。南陇侯和鲁姓老者的面色此刻有些苍白，一丝血色都没有。这也难怪，任谁日夜不停地消耗法力，不惜透支精元来催使法宝，都会变成如此模样。早已在心中大骂这小须弥金刚阵变态的2人，为了攻破这佛宗阵法，不可谓不拼命一回了。如今虽然2人都有些元气大损，但这金刚罩也到了油尽灯枯之时，明显随时都可能被攻破的最后一层。这让心中暗暗叫苦不迭的2人总算是能咬着牙坚持下来。在轰隆隆的攻击爆裂声中，又不知过了多久，突然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传出，随即老者惊喜之极的声音也大声传来：破了，攻破了，总算没白费2人如此一番心血。只见原本盘膝坐着的老者一下站起身来，一脸的狂喜。对面供桌附近阻碍了他们近2日的金色光罩此刻荡然无存，四周墙壁上微微闪烁的符文也刹那间消隐不见了起来。盘坐在另一角的南陇侯看起来气色非常的差，但目中同样闪过兴奋异常的神色。他2人的目光随后不约而同落在了失去了保护，彻底裸露在2人眼中的灵药及元波等宝物上面。即使这2人再老奸巨猾，心跳也一时间骤然加速起来。